美国城市联盟的统计，全美国有8186条第五大街，位于最常用的街道名的第6位，前5位分别是第2大街、第3大街、第1大街、第4大街和帕克大街。除去用数字命名的大街，常用的还有主街、橡树街、松树街、华盛顿大街等等。用数字来命名大街，就是为了解民，尤其是纽约这样的移民城市。1624年，荷兰人到达纽约曼哈顿。1654年时，纽约就有18种语言在使用，如今的统计是800多种语言。按数字认路，无疑是最方便的。纽约的第5大道是曼哈顿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干道，南起华盛顿广场公园，北到第138街。由于第5大道位于曼哈顿岛中心地带，曼哈顿岛上东西走向的街道便以这条街为界，加以东西的称呼，比如第5大道以西的第10街就称为西10街。5大道上景点很多，由南至北有纽约最早的摩天大楼熨斗大厦、帝国大厦、纽约公共图书馆、洛克菲勒中心、圣帕特里克教堂以及中央公园等等。再有就是中央公园附近的大都会博物馆、惠特尼美术馆、所罗门·古根汉美术馆、库珀休伊特设计美术馆等著名的博物馆都在第5大道，因此被称为艺术馆大道。19世纪中期，也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开始建馆的时候，中央公园位置还是纽约的郊区，环境很好。1882年，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德在第5大道上修建了一座私人豪宅，之后很快第5大道上涌现出一批私人住宅。从此，范德比尔德的子女，美国首位百万富翁的孙子约翰·阿斯特3世、铜业大王威廉姆·克拉克、钢铁大王卡内基等等，都在这条大街上修建了豪宅。作为私人住宅区，他们希望周边没有商家开店，于是1907年成立了第5大街协会，集资了180万美元做配套和安保，雇佣的保安相当于当时纽约市警察数量的5倍。这一段大街也被称为当时的百万富翁大街。到了20世纪初，随着市区的扩大，市政建设要求和周边高楼的新建，豪宅的花园、晒台等都受到了限制，豪宅主人开始搬出并出让豪宅。如今，很多豪宅已经拆掉建起高楼，未拆除的也作为其他用途，比如犹太人博物馆、弗里克收藏馆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5大道豪宅中至今仍是私人用途的本杰明·杜克之家就在1街之隔的大都会博物馆正对面。这栋法语意思是美术建筑的粉红5层建筑有25间卧房、10个卫生间。豪宅建成于1901年，是美国烟草公司总裁本杰明·杜克的家。家族的后人一直住在这里，直到2006年以4000万美元出售。当时的一段新闻采访中，杜克的女儿玛丽·杜克·彼得尔讲述了一家人住在里面的日子。她回忆道，小时候有机会就过马路到大都会博物馆里逛一逛，听到此言才感觉这才是真豪，真任性。
现在这种房子已经列入纽约和联邦政府的地标保护建筑，不过属于墨西哥首富卡洛斯·斯利姆的财产。他曾在2015年挂牌8000万美元出售，被媒体称为纽约最贵的公寓之一。房地产网站给出的月租金估计为42000美元。参观大都会时，进大门之前是不是回首看一看本杰明·杜克之家，想象里面的样子？好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个雷曼展厅，是当年银行家罗伯特·雷曼捐赠的。博物馆于1975年开辟出专门的展示区，并复制雷曼居家的样子，将雷曼当年的藏品以私人空间的形式展示给公众。紫色的天鹅绒墙围、波斯地毯、温馨的壁炉、考究的吊灯，再加上游客可以随便坐下的沙发，让普通人有机会体验一把私人收藏家的感觉。